你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清晨醒来，身体虽然还在床上，但思绪却早已像脱缰的野马，在焦虑与恐惧的荒原上狂奔。这种失控感并不仅仅是压力，它是一种更深层的灵魂危机，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再是生活的主人，而是被情绪、冲动和外界琐事随意摆布的奴隶。我们试图控制周围的一切，控制工作，控制他人，控制财富，却往往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甚至无法控制自己大脑中那个发号施令的声音。这正是所有痛苦的根源。在这个充满噪音和干扰的现代世界里，我们的注意力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每一个通知，每一则新闻，每一个他人的眼神，都在争夺我们心灵的领土。我们像是一艘在大海中失去舵手的船，随波逐流，只能被动地对海浪做出反应，却忘记了原本航行的方向。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们敏锐地观察到了这种人类共有的困境。他们知道，如果在内心深处没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指挥官，那么外在的平静永远只是一种奢望，生命也将变成一场混乱的闹剧。这就是为什么斯多葛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统治中枢在这个时代显得如此至关重要且迫切。它不仅仅是一个哲学术语，它是古希腊哲学家对我们心灵中那个决策中心的称呼，是灵魂的最高部分，负责接收讯息、判断是非并指挥行动。想象一下，在你的大脑深处有一座坚固的堡垒，里面坐着一位国王，他冷静、理性，不被外界的风暴所动摇。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原本应有的状态。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位国王已经沉睡，或者被篡位者夺去了权力。当统治中枢虚弱时，我们的欲望、恐惧和愤怒就会接管大局，发动政变。回想一下你上次因为一时冲动而说出的伤人话语，或者是因为恐惧失败而放弃的宝贵机会，那都是因为你内心的指挥官缺席了。我们变成了自己激情的傀儡，被绑在命运的战车后面拖行。即使我们身体是自由的，但心灵却处于最深重的枷锁之中，无法自拔。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这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每天都在他的私人日记中提醒自己要守护好这个统治中枢。他深知，即使他能统治广袤的罗马帝国，如果不能统治自己的心智，他依然只是一个可悲的奴隶。他在沉思录中反复质问自己，我的灵魂现在是什么状态？我现在把我的统治中枢用在什么地方？这种自我审查不是为了自我折磨，而是为了保持清醒，确保在面对帝国的瘟疫、战争和背叛时，依然能保持内心的秩序。我们必须明白，重建统治中枢并不是要我们变成没有感情的机器人，而是要我们学会区分发生了什么和我们如何解读它。当外界的刺激传入时，未经训练的心灵会立即产生反应，而拥有强大统治中枢的人则会按下暂停键。在这个微小的间隙中，自由诞生了。你不再是对环境做出膝跳反应的生物，而是一个拥有选择权的理性存在。这就是斯多葛主义所承诺的真正的自由，一种任何人都夺不走的内在力量。这条道路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数十年来的自动导航模式，习惯了让情绪代替理性做决定。但好消息是，这个指挥官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被掩埋在我们日常的杂念和坏习惯之下。通过哲学的训练，通过每天刻意的练习，我们可以唤醒它，擦亮它的盔甲，让它重新登上王座。这是一场夺回自我的战争，是一场发生在我们头颅之内的无声革命，而胜利的奖赏是对生命完全的掌控感。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深入探讨斯多葛哲学家是如何锻炼这个统治中枢的。我们不会只停留在抽象的理论上，而是会提供具体的心理工具，让你能够在面对生活中的混乱、压力和诱惑时，迅速找回内心的平衡。这不是关于如何改变世界，而是关于如何重塑那个体验世界的器官——你的心智。当你的滤镜改变了，你所看到的世界也将随之改变。原本的障碍将变成道路，原本的痛苦将变成燃料。试想一下，如果你能在别人激怒你时保持冷静，在面对巨大损失时保持淡定，在诱惑面前保持坚定，那将是一种怎样的力量？这不是超能力，这是人类理性的极致表现，
是统治中枢完全运作时的自然结果。我们每个人都有潜力成为自己生命的哲学家，不需要穿着长袍，也不需要站在广场上演讲，只需要在每一次选择的瞬间听从那个理性指挥官的声音。现在，让我们开始这场心灵的重建工程。请抛开你对控制的旧有认知，准备好接受一种全新的关于心智运作的视角。这不仅仅是为了让你的生活更有效率，更是为了让你活得更有尊严，更像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环境的产物。接下来，我们将揭开构成强大统治中枢的具体要素，以及如何在现代生活的枪林弹雨中建立起一座不可攻破的内心城堡。要唤醒沉睡的统治中枢，我们首先必须理解它的核心职能之一——过滤。斯多葛学派教导我们，世界并不直接触碰我们的灵魂，它只是向我们投射各种印象。这些印象就像是无数飞向城堡的箭矢，包含了视觉、听觉以及随之而来的初步情绪。一个训练有素的统治中枢就像是一位严苛的守门人，他绝对不会让任何未经审查的念头进入城堡内部。他会站在门口，对每一个来访的印象大声呵斥：停下，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你是否真的如你看起来那样？这就是艾比克泰德所强调的不轻易同意的纪律。大多数人的痛苦在于，当一个负面印象出现时，比如老板皱了眉头，我们的大脑会立刻自动补全故事：他一定讨厌我，我即将失业，我完蛋了。这个过程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认为这是事实，但真正的统治中枢会将这两者剥离。老板皱眉是物理事实，而我完蛋了是你的判断。统治中枢的工作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创造出思考的空间，拒绝签署那张通往焦虑的通行证。想象一下，如果你能像守门人一样生活，你的世界会变得多么宁静。当有人在网络上攻击你，或者在马路上对你按喇叭，这只是一个传入的声波或像素信号。如果你的守门人正在打瞌睡，这些信号就会长驱直入，点燃你的愤怒，让你像个提线木偶一样跳脚。但如果你的统治中枢是清醒的，他会冷冷地看着这些信号，说这只是一个人的意见，或者一个噪音，他没有权利伤害我，除非我选择让他伤害我。这就是拿回主动权的第一步。你不再是刺激的受害者，而是反应的选择者。这种能力的培养需要极高的警觉性。斯多葛学派称之为专注，这意味着要像在战场上行走一样生活，时刻注意脚下的地雷。我们现代人最大的敌人就是无意识。我们刷着手机，无意识地吸收焦虑；我们听着八卦，无意识地吸收嫉妒。强大的统治中枢会建立起一道防火墙，它会不断审视进入大脑的内容。这对我的品格有益吗？这是必要的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它就会毫不留情地将其丢弃。我们必须学会对大脑中的垃圾资讯进行严格的断舍离。在学会了拒绝自动反应之后，统治中枢的第二个强大功能便显现出来：客观化的描述。马可·奥勒留是这方面的大师，他教导我们剥去事物表面那层虚幻的魅惑外衣。当我们渴望昂贵的美食时，他会告诉自己，这不过是一具死去的猪尸体。当我们羡慕紫色的黄袍时，他说，这只是染了贝壳血的羊毛。这听起来可能很扫兴，但这正是理性的解剖刀。它切开了社会赋予事物的虚假价值，还原了物质的本质，让我们不再成为欲望的奴隶。试着将这个技巧应用到你现在所焦虑的事情上。你是否因为想要换一辆豪车而感到压力？运用你的统治中枢去分析它，那只是一堆金属、橡胶和皮革的组合物，它可能会生锈、会撞坏、会贬值。你为了这堆金属，愿意牺牲多少个夜晚的安眠，愿意出卖多少灵魂的宁静？当你运用统治中枢进行这种理性的 X 光扫描时，那些原本让你神魂颠倒或恐惧不已的事物，瞬间就会失去控制你的魔力。你会发现自己站在一个超然的高度，俯视着世间的游戏。不仅是对外在物质，对内在的痛苦本身，统治中枢也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很多时候，我们受的苦，是因为我们对痛苦这个概念本身的恐惧超过了痛苦的实质。斯多葛主义者认为，
肉体的疼痛是生理信号，但我好可怜。这不公平，则是心智附加的判断。你的统治中枢可以选择这样对话：是的，我的腿受伤了，这很痛，这是一个事实，但我不会在上面添加这是一场灾难的判断。通过将痛苦限制在肉体层面，拒绝让它蔓延到灵魂层面，我们就保护了内心的堡垒不被攻破。这正是内在城堡概念的精髓所在。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战火纷飞，无论你的身体遭受怎样的束缚或病痛，你的统治中枢，那个进行判断和选择的核心，永远是不可侵犯的。这不是一种逃避，而是一种终极的防御。正如塞内卡所说，命运可以带走我的财富，可以伤害我的身体，甚至可以夺走我的生命，但他无法强迫我去做我不认同的事，也无法强迫我变成一个坏人。这种对道德人格的绝对掌控，是人类尊严的底线，也是统治中枢存在的最高意义。然而，要维持这种高强度的理性运作，我们必须警惕旧习惯的反扑。我们的大脑天生懒惰，喜欢走捷径，喜欢随大流。当所有人都因为经济不景气而恐慌时，你的大脑也会想跟住恐慌。这时，统治中枢必须像一位严厉的船长，在暴风雨中紧握舵轮，对抗群众的歇斯底里。你要问自己，这对我有用吗？这符合自然理性吗？如果众人的行为是疯狂的，那么保持清醒就是一种革命。你不需要纠正别人，你只需要确保自己的心智没有被传染。我们还必须明白，统治中枢不仅仅是防御性的盾牌，它也是一种转化的工具，一种精神上的炼金术。当障碍出现时，弱小的心灵会抱怨路被挡住了，而强大的统治中枢会说，这块挡路石正好可以作为我垫脚的阶梯。这就是斯多葛哲学著名的障碍及道路。如果你遇到了一个粗鲁的人，这是练习耐心的机会；如果你遭遇了贫困，这是练习节制的机会。对于统治中枢来说，没有什么是纯粹的坏事，一切都是锻炼灵魂肌肉的燃料。为了让这个指挥官更加强大，我们需要进行预演。每天早晨，让你的统治中枢预演一天中可能发生的坏事、背叛、失败、损失。这不是为了让你悲观，而是像战士在战前检查装备一样。当那些事情真的发生时，你的统治中枢不会感到惊讶，他会平静地说，我早已预料到这一点，我已经准备好了应对方案。惊讶是理性的敌人，而预演则是理性的盔甲。它确保了我们在任何突发状况下都能保持优雅和镇定。这种持续的自我对话是建立强大统治中枢的关键。你必须成为自己的教练，自己的心理医生，不要让内心的对话变成无止境的抱怨或白日梦，而要把它变成理性的审视。当你发现自己嫉妒别人时，立刻启动统治中枢进行干预。你为什么嫉妒？因为他有更多钱。钱能买来德性吗？钱能买来内心的平静吗？如果不，那你为什么要嫉妒一个拥有很多累赘的人？通过这种苏格拉底式的自我诘问，我们一步步瓦解非理性的情绪，让心灵重归秩序。我们还要学会区分冲动与行动。在动物世界里，刺激直接导致反应，但在人类世界里，统治中枢赋予了我们延迟满足的能力。当愤怒涌上心头，想摔东西或吼叫时，强大的心智会强制执行冷静期。这不仅仅是压抑，这是一种主权的宣示。你告诉你的情绪，我可以感受到你，但我不会听命于你。我们稍后再处理这件事，现在由理性掌舵。这种延迟的能力是区分成熟个体与巨婴的标志，也是构建长期幸福的基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刻意的练习会变成一种第二天性。起初，你可能觉得时刻监控自己的念头很累，像是在大脑里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但慢慢的，你会发现这种监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因为你不再需要花费巨大的能量去处理情绪失控后的烂摊子，不再需要为说错的话道歉，不再需要为做错的决定后悔。你的生活变得简洁、高效且有力。统治中枢一旦稳固，混乱就会退散。你的内心将充满一种像深海一样的宁静，表面波涛汹涌，深处却纹丝不动。至此，我们已经探讨了如何过滤外界的印象，以及如何重塑内在的判断。我们学会了站在心灵的门口，拒绝垃圾信息的入侵。
我们学会了剥去事物的伪装，看清其本质，这已经为我们的心灵大厦打下了坚实的地基。但在这座城堡中，仅仅有防御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进攻，需要行动。在下一章，我们将探讨当统治中枢完全掌权后，它将如何指导我们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行动，以及如何将这种内在的哲学转化为外在的影响力。拥有一个清醒的统治中枢，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切断与世界的联系，躲进深山老林里做一个隐士。相反，斯多葛主义是最具社会性的哲学，它强调我们是宇宙之城的公民。你的统治中枢必须明白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什么对蜂群有利，才对蜜蜂有利。一个与世隔绝、自私自利的心智是病态的。健康的理性知道我们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当我们伤害他人时，其实是在伤害自己。当我们对他人愤怒时，就像是牙齿咬到了舌头，是一种违反自然的内部冲突。因此，统治中枢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展现出了他最高级的智慧——同理心的转化。当你面对一个粗鲁、无理或充满恶意的人时，未经训练的心智会立刻启动防御机制，想要反击或报复。但你的统治中枢会按下暂停键，他会分析这个人的行为源头。这个人之所以作恶，是因为他混淆了善恶，他误以为损人能利己，他是无知的受害者。就像你不会对一个盲人发火一样，你也不应该对一个灵魂失明的人发火。这种视角的转换将愤怒瞬间转化为怜悯，保持了你内心的优雅与平静。在现代职场这个充满竞争的决斗场中，这种能力即为你的隐形铠甲。当同事抢了你的功劳，或者客户无理取闹时，你的统治中枢不会随之起舞，陷入情绪的泥沼。他会像一位冷静的医生面对发狂的病人一样，将对方的行为视为一种症状，而不是对你个人的攻击。你依然会采取必要的行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但你的行动将出于理性的正义，而非冲动的怒火。这种由理性驱动的行动往往比情绪化的爆发更精准、更有力，也更让对手敬畏。为了让统治中枢获得更强大的稳定性，斯多葛哲学家还提供了一个极具震撼力的思维工具——柏拉图视角。试着闭上眼睛，让你的意识脱离身体，向上飘升，穿过屋顶，升入高空。从那个高度俯瞰，你的房子就像一个火柴盒，你所在的城市就像一个蚁丘，而在那里忙碌奔波的人们，就像是为了一粒面包屑而争斗的蚂蚁。在这个宏观的视角下，你原本觉得天大的烦恼，那份没写完的报告，那个讨厌的邻居，那点微不足道的债务，瞬间变得渺小而可笑。这并不是虚无主义，这是一种比例感的校正。我们的痛苦往往源于我们将自我看得太重，将当下的困境无限放大。统治中枢通过这种宏观视角的练习，将我们从狭隘的自我中心里拉出来，重新置入浩瀚的宇宙秩序中。当你意识到地球在宇宙中不过是一个蓝色的微尘，而我们的一生不过是永恒时间中的一瞬，那些让你彻夜难眠的焦虑就会烟消云散。你会发现，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这短暂的存在中保持正直的品格和善良的心。这种视角还能帮助我们对抗现代社会最大的毒品——对认同感的渴望。在这个社群媒体时代，我们的心智往往被点赞、关注和他人的评价所绑架。我们把统治权交给了陌生人，让他们决定我们的心情。但一个强大的统治中枢会嘲笑这种愚蠢的交易，他深知名声就像是风中的回声，空洞且短暂。马可·奥勒留曾尖锐地指出，那些赞美你的人和批评你的人很快都会死去，甚至连记得他们的人也会死去。为了这些转瞬即逝的泡沫而牺牲内心的安宁，是最大的不理智。夺回对时间的统治权也是统治中枢的核心任务。大多数人的心智要么活在对过去的悔恨中，要么活在对未来的恐惧中，唯独错过了现在。但理性告诉我们，过去已死，未来未生，我们唯一拥有的，唯一能施展力量的，只有当下这一刻。你的统治中枢必须像一道雷射光，聚焦在此时此刻。我不担心明天的演讲，我只专注于现在准备讲稿。我不懊恼昨天的争吵，
我只专注于现在修复关系，切断过去与未来的干扰，将全部能量注入当下。这就是高效能人生的秘密。当我们学会聚焦当下，我们就能解锁斯多葛主义中最强大的心法——命运之爱。一般的乐观主义是期待好事的发生，而斯多葛主义是拥抱发生的一切。无论命运扔给你什么，疾病、失业、背叛，你的统治中枢不仅仅是忍受它，而是热爱它。想象一堆熊熊燃烧的烈火，无论你往里面扔什么，是木头、浅草还是垃圾，烈火都能将其吞噬，并将其转化为火焰和光芒。强大的心智就是这团烈火，它能将任何逆境转化为成长的燃料。这是一种极致的主动权。当你被解雇时，弱者会崩溃，而你的统治中枢会说：好极了，这正是我重塑职业生涯、学习新技能的绝佳机会。当你遭遇分手时，他会说：这正是我学会独立、重新审视自我价值的时刻。你不再是被动地承受命运的打击，你是主动地利用命运的素材来雕塑自己的生命。在这种心态下，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能够真正伤害你，因为每一种打击都变成了你的垫脚石，每一次跌倒都变成了跳得更高的起点。在现代生活中，我们面临着无数的诱惑和干扰，他们试图麻痹我们的统治中枢。无止境的娱乐资讯、消费主义的陷阱、舒适区的诱惑，都在试图让我们昏睡。保持清醒是一场永恒的战斗，我们必须像守护圣火的祭司一样，时刻警惕心灵之火的状态。一旦发现它变得微弱，就要立即添加理性的燃料，阅读经典，书写日记，进行哲学对话。这不是一劳永逸的成就，而是每天都要重复的修炼，就像洗澡一样，心灵的清洁也需要日日进行。此外，统治中枢还负责维护我们人格的一致性。看看周围的人，你会发现大多数人是分裂的，他们在老板面前是一张脸，在家人面前是另一张脸。今天信誓旦旦要减肥，明天就大吃大喝。这种分裂是痛苦的根源。斯多葛哲学追求的是恒定性。一个拥有强大统治中枢的人，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独处时，他的原则和行为都是一致的。他不需要表演，因为他的内在和外在是统一的。这种统一带来了深层的自信和力量。我们还要警惕过度分析的陷阱。有时候，理性本身如果被误用，也会变成一种负担。我们可能会陷入对细枝末节的无限纠结中，导致行动瘫痪。真正的统治中枢是果断的，他在收集了必要的信息后，会迅速做出判断并付诸行动。他知道，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没有完美的决定，只有在当下最合理的决定。一旦做出选择，他就不会回头怀疑自己，而是全力以赴地去执行，并准备好承担一切后果。在人际互动的高级阶段，统治中枢甚至能让我们成为他人的灯塔。当周围的人陷入恐慌和混乱时，你的冷静和理智会成为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你不需要说教，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的展示。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被那些内心强大的人所吸引，因为在混乱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在寻找秩序的来源。通过修炼自己的统治中枢，你无意中也成为了这个世界的领导者，不是通过权力，而是通过人格的魅力。最后，我们要明白，统治中枢的修炼是一个关于做减法的过程。我们不需要学习更多复杂的理论，而是要剔除那些错误的信念、虚荣的欲望和无谓的恐惧。就像米开朗基罗雕刻大卫像一样，他不是在增加大理石，而是在去除非大卫的部分。我们也要去除那些非理性的、非自然的杂质，让那个原本就存在于我们内心的神圣的理性指挥官显露出来。这是一个回归本源的过程，也是一个找回真正自我的过程。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统治中枢的防御机制、转化能力以及在社会中的行动准则。我们明白了它如何让我们从情绪的奴隶变成命运的主人。但这段旅程还有最后一块拼图，如何面对生命的终极边界——死亡。在这最后的章节中，我们将探讨如何利用死亡的觉知来彻底激活生命的能量，让你的统治中枢在有限的时间里燃烧出最耀眼的光芒。
为了让你的统治中枢达到最锋利的状态，我们必须引入斯多葛哲学中最强大也最令人敬畏的盟友——死亡。大多数人将死亡视为需要极力避免的恐惧，但对于一位内心的指挥官来说，死亡是最诚实的顾问。当你的统治中枢在琐事中迷失，或者在懒惰中沉沦时，只要轻轻问一句：如果这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还会做这件事吗？所有的虚伪和矫饰就会瞬间崩塌。死亡剥去了生活的皮毛，迫使我们直面核心。正如马可·奥勒留所写，你随时都可能离开生活，让这个念头决定你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这不是悲观的诅咒，而是清醒的召唤，它让每一秒钟都充满了紧迫感和意义。试想一下，如果你的统治中枢时刻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它还会允许你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争吵、嫉妒或网络成瘾上吗？当然不会。死亡的觉知会过滤掉一切不必要的杂质，留下来的只有最纯粹的德性。你会更用力地拥抱你的亲人，更专注地完成你的工作，更宽容地对待他人的过错。这就是记住你终将一死的魔力。它不是要让你陷入对虚无的恐惧，而是要点燃你对生命的热爱。一个真正清醒的统治中枢明白，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在于我们是否在每一刻都活出了理性的光辉。这种深度的追求引领我们触及斯多葛主义最神圣的维度，我们内在的神性。斯多葛学派相信，宇宙是由一个巨大的理性所管理的，而我们每个人的统治中枢实际上就是这个宇宙理性的一个微小碎片，是宙斯赐予我们的神圣火种。这意味着，当你在锻炼你的统治中枢时，你不仅仅是在进行心理自助，你是在进行一场神圣的仪式，你在擦亮内心的神像，守护好你的心智，不让它被肮脏的念头和混乱的情绪所污染，就是对宇宙最高秩序的敬拜。你不需要去庙宇里寻找神，因为神就住在你的大脑里，住在你做出的每一个理性选择之中。既然我们内心拥有如此神圣的堡垒，那么向外寻求庇护就是一种本末倒置。人们总是梦想着去海边别墅、去深山隐居来寻找宁静，但正如马可·奥勒留提醒我们的，一个人所能退隐的最安静、最无忧的地方，莫过于他自己的心灵。如果你的统治中枢是混乱的，即使你身处天堂般的景色中，你的内心依然是地狱。反之，如果你的统治中枢井然有序，即使身处战场或闹市，你依然能拥有一座宁静的圣殿。这种向内退隐的能力，是我们在这个嘈杂世界中生存的终极底牌。它保证了我们的快乐是自给自足的，不依赖于任何外在条件。真正的自由正是在这种内在的秩序中诞生的。世人眼中的自由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放纵欲望，但在斯多葛看来，那是最大的奴役。真正的自由是意志与自然的一致。当你的统治中枢变得足够强大，它不再是与命运对抗，而是主动拥抱命运，就像一只被拴在马车后的狗。如果你抗拒，你会被拖着走并受伤；如果你顺从并跟随马车奔跑，你就获得了相对的自由。我们的统治中枢让我们能够理解宇宙的法则，并心甘情愿地与之共舞，想要你所得到的，接受你所遭遇的，这就是不可战胜的自由。每一天，我们都站在无数个十字路口前，向左是兽性，是冲动，是随波逐流；向右是神性，是理性，是自我主宰。你的统治中枢就是那个站在路口的守望者。每一次当你选择忍住一句伤人的话，每一次当你选择在困难面前坚持，每一次当你选择诚实面对错误，你都在强化这个守望者的力量。这不是一次性的战斗，而是一场持续一生的战争。或许我们会跌倒，或许守望者有时会打盹，但重要的是我们能迅速站起来，重新夺回控制权。斯多葛主义不是关于完美，而是关于进步，关于在每一次跌倒后重新校准指南针的决心。这条道路注定是孤独且艰难的。在这个推崇享乐和情绪化的时代，坚持理性思考就像是在逆流而上。你会被误解，被视为冷漠或古怪，但请记住，你的目标不是为了赢得大众的掌声，而是为了赢得自己的尊重。当夜深人静，
你面对镜中的自己时，你能否问心无愧地说，今天我没有背叛我的灵魂，我守住了我的防线。这种来自内心深处的认可，比世界上所有的金牌和奖杯都要珍贵，因为它是真实的，它是你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内在丰碑。不要等到明天才开始修复你的统治中枢，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过去已逝，未来不可知，你拥有的只有现在。正如塞内卡所言，当我们在等待生活时，生活已经过去了。从放下这篇文章的那一刻起，你就可以开始练习。当下一个通知响起时，运用你的过滤器；当下一个焦虑袭来时，运用你的解剖刀。你不需要去雅典的柱廊下学习，你的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教室，你的每一个挑战就是最好的教材。你是你自己生命的雕塑家，这把雕刻刀就在你手中，请不要让它生锈。为了将这些理论转化为钢铁般的本能，我强烈建议你采用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斯多葛学派共同推崇的夜间反思法。在每晚入睡前，闭上眼睛，让你的统治中枢像法官一样审视你的一天，问自己3个问题：我今天哪里做错了？我今天做对了什么？我有什么职责没有完成？在这种诚实的自我对话中，不要留情面，也不要过度自责。做错的承认并改正，做对的给予肯定并保持。这种日复一日的复盘是将哲学知识转化为肌肉记忆的关键，它确保了今天的你比昨天更智慧、更强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一种奇妙的变化，曾经那些让你暴跳如雷的事情，现在只会让你淡淡一笑；曾经那些让你夜不能寐的恐惧，现在变得微不足道。你的眼神会变得更加坚定，你的步伐会变得更加从容。这不是因为生活变得容易了，而是因为你变得强大了。你的统治中枢已经从一个软弱的傀儡成长为一位威严的君王。你不再是情绪的奴隶，你成为了你自己灵魂的船长。这就是斯多葛哲学承诺给我们的最高奖赏，原本的幸福，一种不受干扰、圆满自足的生命状态。这种状态不仅仅是个人的救赎，它也是你留给世界的遗产。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一个拥有清醒头脑、坚定品格的人本身就是一座灯塔。你的冷静会感染你的家人，你的正直会影响你的同事，你的勇气会激励你的朋友。通过治愈你自己的统治中枢，你也在微小但真实地治愈着这个世界。斯多葛主义从来不是自私的独善其身，它是通过完善自我来更好地服务整体。当你成为更好的自己时，你也为宇宙的秩序贡献了一份力量。最后，我想对正在阅读这段文字的你说，这场关于心智的革命现在才刚刚开始。不要以为读完这些文字你就已经掌握了真理，知识只是地图，行走才是关键。你的统治中枢就像一块肌肉，不练就会萎缩，越练就会越强。未来的日子里，你依然会面临痛苦、诱惑和混乱，但请不要害怕，把它们看作是命运为你安排的陪练对手，拥抱他们，利用他们，超越他们。请记住，无论发生什么，只要你的统治中枢还在运作，你就永远拥有选择的权利，你就永远是自由的。你准备好接管你内心的王座了吗？这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但这是一条通往真正伟大的路。我们不需要成为罗马皇帝才能拥有帝王般的灵魂，我们只需要像马可·奥勒留那样，在每一个当下坚定地守护那个神圣的理性核心。愿理性与你同在，愿你的内心城堡坚不可摧。现在，我想邀请你做一个小小的动作，作为你承诺觉醒的仪式。如果你愿意加入这场重夺心智主权的战斗，如果你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获得这种灵魂的弹药，请在下方点击订阅，并分享给一位你需要共同成长的朋友。这不仅仅是一个点击，这是你对自己统治中枢的一次投票，是你向宇宙发出的信号。我准备好了，我要成为我自己。让我们在斯多葛的道路上并肩同行，直到最后一刻。